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我是 Sandra。7月25号，币安的总裁赵长鹏在香港的高等法院起诉了中文版的彭博商业周刊。赵长鹏指称香港的媒体商现代传播涉及诽谤。那事情的发展缘由是因为一本于7月6号出版的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第250期，该期的中文版内容呢，封面是选用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作为封面人物，并且就是一度以赵长鹏的庞氏骗局为封面标题。同时呢，也在专文中介绍了自从币安诞生以来的一系列争议事件。根据币安所提供的法院诉讼文件指出，内文中的报道事情呢是虚假、没有根据的。报道的内容也使得原告赵长鹏名誉严重受到损害，而诉讼的文件也称，原告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相当大的痛苦与尴尬。法院文件呢也进一步的要求现代传媒应该要禁止出版或是再版类似涉及对原告赵长鹏有诽谤性陈述词语的出版物，并且应该立即全面的删除与下架、撤回出版物。同时呢，也要求对原告道歉，提供损害赔偿、诉讼费用和一些其他的相关事务。那么今天呢，就来整理一下彭博周刊在内文中到底是报道了什么，让赵长鹏会选择将现代传播告上法庭。争论点一呢，就是彭博形容币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币赌场。专文中写道，币安通过上架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山寨币，壮大了那一些不受监管的投机交易。其中著名的一些山寨币就包含像是狗狗币或柴犬币。那最一开始呢，他们都只是一个玩笑，结果现在总市值呢却高达了上百亿美元，而币安也从这类的交易拓展到与这些代币价值挂钩的高杠杆金融产品。赵长鹏当时呢就曾经表示，自己并没有持有或是购买任何狗狗币或柴犬币，而币安呢会上架柴犬币，也不代表币安支持或是要推广柴犬币，他们只是提供有需求的用户一个中立的市场，并且同时呢也建议用户不要光是跟随着市场的热潮就购买自己不了解的币种。专题中呢还提到，币安会举办各种比赛，奖品从兰博基尼到玛莎拉蒂都有。那注册的推荐码还具有就是类似直销的分成等级制度，甚至呢还会有人在 Telegram 上面推广交易所。但是币安的发言人 Jessica 呢，她表示这些推广的人并不是给薪工作，仅只是无偿工作，并不是为了致富才这么做的。文章中还指出，币安的业务模式存在潜在与客户的利益冲突。例如说，刚上市的代币通常都会疯狂的上涨，那交易量也会急速的飙升，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会质疑这其中会有许多的内幕交易。但 Jessica 对这项的回应宣称，币安的员工必须要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守则，禁止进行短线交易，否则呢，则会遭到解雇。针对这项论点，我个人的看法是，以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赵长鹏他意识到了加密货币的投机性，所以呢，他支持行业中某些愚蠢的代币，但是这也不代表他极力推崇或是鼓励人们购买。毕竟想要赚钱的话，哪里有商机就会往哪里跑嘛。确实，就像赵长鹏当初表示的，他只是提供有需求的用户一个中立的市场。如果人们没有需求，那么这个市场也就不会发展起来。所以呢，对我来说，与其就是把错误怪在提供场所的人，我们是否自己应该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需求呢？另外啊，通常刚上市的代币确实都会疯狂的上涨，但是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只出现在币安上。前阵子像是 Coinbase 内部就有高层利用这个现象做内线的交易。虽然说文章中的质疑是确实存在的疑虑，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币安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各个交易所也都需要注意。争论点2呢，就是币安诱导投资者参与了 Terra 的崩盘事件。专文中也有写到，币安曾鼓励客户投资一个名叫 Terra USD 的稳定币，并且提供接近20% 以上的年化率，也就是说
用户指控币安最初推出的 UST 理财商品存在声称其安全、高收益等过度广告的嫌疑。而后呢，随着 Terra 崩盘，批评的人士就指出，这种代币就像是一场庞氏骗局。许多当初从币安接触到 Terra 相关代币的投资者们都很愤恨不平，宣称当初他们就是受到币安误导了 Terra 相关的风险，并提出了诉讼，称币安违法，没有揭露适当的投资风险。在 Terra 崩盘后，发言人 Jessica 也对此回应表示，币安会开始评估代币的推广方式。争论点3：去中心化没办公室，其实呢有上海秘密基地。内文的报道也提到，赵长鹏选择了科技公司很流行的创业路线。一开始无视政府的要求，然后等到发展到足够大之后呢，就转向与政府开始打交道，开始以合法的名义锁定市占率。事实上，在2019年，币安还曾经在上海的黄浦区中有自己的办公室。赵长鹏本人一直过着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在酒店客房和租住的公寓里工作，并且经常来往世界各地。在此期间，通过短讯、电邮以及视讯会议与员工联络。但是呢，币安的前员工们说，有一段时间，币安其实是有一个隐秘的大本营。这样做其实呢，就与公司声称的理念违背。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理应是不该有中心化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大本营还是位在官方禁止交易加密货币的中国。在中国政府关闭币安竞争对手的交易平台时，币安自己却有100名的员工每天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某个办公室打卡。他们说，公司还要求他们在公共的场合谨慎地佩戴有公司标志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哪里工作。而在上海黄浦区办公室传出遭突袭后，赵长鹏仍然就是否认，他表示没有警方的行动，没有突击的搜索，也没有办公室。对此呢，彭博社在杜拜的4季酒店问起这件事情时，赵长鹏他并未否认上海办公室的存在。他只是声称，记者可以对同一件事采取完全不同的叙事。争论点4：寻求监管，称那些丑闻是过去的事。如今，币安已经成为加密货币圈寻求合法监管的代名词。有些国家已经允许交易所营运，但是在部分的国家仍然是受到阻挠的。在2019年，赵长鹏成立了美国币安 Binance US。目的是要争取限制交易高风险产品，以满足美国法律的要求。但是福布斯却报道称 ，Binance US 仅仅只是一个幌子，主要是要让币安在美国的交易主体避免被审查。针对这方面呢，华盛顿游说公司合伙人怀特对彭博社就曾经表示，这些调查是赵长鹏没有认真对待合规性的后果。我知道币安正在尝试建立一些东西，但反洗钱的规定非常重要。我在2018年某次会议上就督促币安高管严肃对待合规的问题，但是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对此是感到非常不屑。在杜拜的赵长鹏受访时也承认，过去有很多的失误是公司的责任，但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在去年开始，他们已经改变了做法。根据诉讼的法律文件中透露，在2022年3月，彭博商业周刊主动邀请访问赵长鹏，当时赵长鹏答应了电话访问与面访。原文6月发布后，赵长鹏就已经向彭博抗议，认为这篇的访问根本只挑选过去的负面新闻来写，完全忽视第三方的正面评价。而且呢，跟当初访问的态度还有面向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赵长鹏认为这些内容呢是刻意设计来误导读者，扭曲事实，让人误以为就是币安有涉入非法活动。但是美国证监会网络执法办公室前主任 John Reedstock 曾经表示过，虽然币安相较于其他的竞争交易所更为成熟，但他们持续以违反保护消费者法规的方式运作。他们在完全没有信托基础设施、消费者保护、监管等情况下营运。在财务金融方面呢，这不会是你想要涉及的。那听完彭博周刊针对币安提出的这一系列争论型的文章，
你是站在赵长鹏这边呢，还是周刊这边呢？欢迎就是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